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内卷是最近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个词语，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总是能看到各种行业的从业者、家长和学生群体使用内卷一词来形容自己当下的处境。那么内卷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又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呢？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研究一下中国当前最火热的内卷文化。首先，内卷是什么？在我自己的理解中呢，内卷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或者群体中，由于总体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封闭的圈子内，人们就会产生过度的竞争，从而出现不必要的内耗和重复劳动，致使发展迟缓，最终无法有效的进步。内卷的英文叫 involution，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外卷 evolution， 这个词也更多的被翻译为进化。这两个词拥有完全相同的后半部分 volution 是螺旋的意思，而 in 又是往里走的意思，那么在螺旋前面加了一个 in， 成为了 involution， 正是在说往里面转着走，也就是内卷的意思了。相反，英文中前缀字母 e 常常有退出的意思，那么 evolution 就是指向外旋转着离开了。把这两个词想象成拧螺丝就会更好理解一些，一直往里拧螺丝，最后只会越拧越紧，直到卡住不动，而往外拧就会越拧越松，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了。因此 involution 也有内耗的含义，而 evolution 也就有了进化的含义了。那么关于内卷这个词的起源，目前能够找到最早的文献资料是来自于1790年时哲学家康德的一本名叫《判断力批判》的书中。这本书在首次提出内卷概念时说，事物的演化可以向内演化，也可以向外演化。康德认为内卷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仅仅指的是跟进化相反的另外一个社会演化方向，是进化的反义词而已。从那时起，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内卷这个词都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简单的反义词概念，不温不火。而直到1963年时，一位来自于美国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出版了一本名为《农业内卷化》的书，将内卷的概念推向了普罗大众。我们在这里呢也简单讲一下这本书。格尔茨在书中提到了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小岛爪哇岛。这个岛呢，由于地理位置与世隔绝，资源有限，而人口却在不断的上升。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爪哇岛的岛民们只有2个选择，要么离开爪哇岛，去新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要么就是培训更多的优质劳动力，在本岛有限的土地上增加更多的粮食产量。而由于地处偏僻，爪哇岛的岛民只能选择第2个选项，也就是内卷，向内发展，希望通过增加每亩地的产量来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了几年，爪哇岛的岛民几乎个个都变成了种地能手，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这几年中，不但岛民们没有挨饿，反而还有盈余，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格尔茨认为，这就是内卷，是人类自我升级的过程。由于资源有限，人类不得不提高自身，最终创造了奇迹，并获得了幸福。这就好比是买车，有钱的人自然会去买豪车，各种配置都配得齐全，不用额外操心。而没钱的人如果也想体验到豪车的配置，就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购买一些额外的设备自行加装，而最终除了能体验到相似的感受外，还能收获到不少改装经验和自我满足感。由此可见，最初版本的内卷只是在说人们因为先天条件或者资源有限而没办法进化，因此只能更加优化地利用手中的资源来提升生活水平，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大家现在口中的内卷却饱含了贬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名叫黄宗智的历史学家了。1986年时，黄宗智出了一本名叫《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书，将内卷的原本概念彻底颠覆了。小农经济指的是在上世纪中后期我国农村地区最常见的经济模式。当时每家每户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世代传承，全家人都要靠这块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来养活。黄东志认为，上世纪80年代前后，我国人口迅速上升，农村家庭人口数量更是暴增。然而，家里吃饭的嘴多了，土地却不变，那么粮食就肯定供应不足了。最后，农民也只会越来越穷。黄东志认为，这种现象才是真正的内卷。在他的概念中，内卷是一种不思进取、内斗内耗、坐吃山空的行为。哇哦！黄东志在提到农业发展历史时还说，我国农业发展中几乎没有人研究怎么通过科学方法来增产增收，都把精力放在权力斗争上了，而最后苦的都是老百姓，粮食还是不够吃。这种把精力都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最后导致无法有效进步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内卷。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内卷为什么在今年突然流行起来了？我认为呢，原因其实是这2年的疫情导致了大量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感觉一切都不随人愿，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这样一来呢，黄宗智对于内卷的解释就更能让人感同身受，一听到这个词就能立刻的引起共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能常常听到身边人在议论谁谁谁家孩子疯狂内卷，哪家公司的员工内部内卷等等。此外，内卷这个词相比其他的形容词更加的笼统概括，它虽然包含了很多消极讽刺意义的形容词的意思，比如说不思进取、鼠目寸光、内部斗争等等，但是又不像这些词听起来那么的刺耳有针对性。因此说话时，如果想到了某些有攻击力的词语，感觉不方便直说时，都可以用内卷来代替。Nice。 还有就是内卷这个词其实才刚流行不久，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理解它的意思，只是最近听人说的多了，在大体上有个基本认知而已。因此在交流时如果用到了内卷，就能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高级感，瞬间提升了交流的格调和档次，而且还能让对方主动的对号入座，把身边发生的各种琐事都往内卷上靠。因此只要说出来内卷，就几乎保证了这次聊天是成功的，所以内卷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现如今呢，内卷已经深入了现代社会中的各个角落，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也处处都有内卷现象的存在。比如说在带孩子的父母群体中，内卷现象就层出不穷。今天谁家邻居给孩子报了个茶艺课，明天群里就会立马炸锅，一群宝爸宝妈们嚷嚷着要给孩子报国学课、毛笔字课、传统礼仪课等等，并且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天天的在群里晒自己小孩上学上课的视频、照片和作品。而最初报茶艺课的那个人则会销声匿迹，很可能早就把课给退掉了。还有，现在很多公司在社会招聘考试中会出一些五花八门的奇怪问题，和招聘的岗位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之后便会开始买热搜，请新闻媒体报道炒作自己，借此来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而一旦成为媒体的热议话题后，更多的公司也会开始效仿，出的题也只会越来越偏。而真正求职的人也只能不再去研究面试技巧和岗位相关职业技能，开始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学那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再看内地的娱乐圈，最近真的是频繁的爆雷，很多艺人不想着怎么提高作品质量，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刷流量和营销粉丝上。最初的1-2个艺人呢，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火起来了，赚到钱后便会滋生更多的艺人效仿，这是现如今的娱乐圈普遍作品质量低下，不少艺人自身品德不正被曝光，可以说是十分的内卷了。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呢，近期出现的内卷现象
是因为现在的人们都太容易执着于自己眼界所能看到的那一点得失了，生怕被别人超越，害怕失去，从而画地为牢，看不见远方更多的美好风景。如果想要破解内卷现象，就需要拓宽眼界，不能只是看见眼前的小圈子里的人和事。要知道，就算比到底赢了又能如何？还有那么多的圈子，那么多的人，能比得过来吗？做好自己该做事的同时，把视野拓宽，多了解外面的人和事，才是解决当前人们内卷困境的唯一出路。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